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来看一款全新的艾克尔的 Integra。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那对本田品牌、对艾克尔这个品牌比较了解的朋友呢，对 Integra 这个车型呢，应该不会陌生啊。它呢也是家族当中的一员老炮了。1986年，陪同他的家族大哥 Acura Legend 一同在北美出道哈。那在其他市场上呢，当时这个车挂的是本田的标。那在美国市场上，这个 Integra 一直挂的就是 Acura 的标哈。那经过了4代车型的发展，在2006年之后，这个 Integra 呢暂时就告别了车坛哈。那在蛰伏了几年之后，全新的 Integra 重出江湖，在家谱当中取代 ILX， 成为艾克尔家族的入门车型以及钢炮的角色。那其实不论本田，不论艾克尔官方怎么解释，这个车呢，我们从外观、内饰以及动力总成上来看，以及它的所属平台，它呢都逃避不了跟思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哈。那目前的 Integra 全部都是5门的掀背版本。那这台车的外形尺寸呢，总长是185.8寸，宽度是72寸，比 SI 呢宽了1.1寸，高度是55.5寸，轴距是107.7寸，高度和轴距跟思域 SI 呢都是完全一致的。这台车的最小离地间隙呢是5.1寸，整备质量自重，这台的手动版本的是3073磅。那这台车悬架结构呢，前面是麦弗逊的，后面是多连杆结构的，并且在顶配车型上配了自适应阻尼系统。动力总成呢，目前这个 Integra 只有一套，就是4缸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CVT 变速箱。另外在顶配上还有一款6速手动选择，在6000转的时候达到最大马力200匹，最大扭矩为192磅米，全系都是前驱车型，动力参数和思域 SI 是完全一致的哈。那在高配车型上呢，还有主动声音控制。Integra 这车呢，前通风刹车盘的直径是12.3寸，后实心刹车盘的直径是11.1寸，和 SI 完全一致哈。全系标配10.2寸的液晶仪表盘。这车的油箱容积呢是12.4加仑。EPA 公布综合工况下的油耗 ，Integra 自动挡低配的是33 mpg， 高配自动挡是32 mpg， 高配手动挡是30 mpg。Acura 为美国在售的新车提供了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那目前呢 ，Integra 在美国市场有3款基础配置，其中高配呢 A-Spy 带科技包的，有自动挡和6速手动挡可以选择哈。全系 MSRP 的起售价不含运费哈，在30800，这个价格呢比 SI 要贵了2000多块钱。那这台车呢，因为是厂家的 Pre-Production 试制车，我们没有它的车窗纸，也没有太多的车辆信息哈。那这台车呢是2023款的 Integra A-Spy 加一个科技包 1.5T 加 6MT 前驱。这台车配有限滑差速器、自适应阻尼系统、16个扬声器的 ELS 高级音响。安卓手机的连接、iPhone 的 CarPlay 都是无线的哈，有无钥匙进入，并且有钥匙识别功能，配有235/40/18的前后轮。这车配有9寸的中央屏，前方驻车雷达，5.3寸的抬头显示，前排座椅呢是绒面加皮革的，驾驶席座椅记忆、双分区空调等等配置吧。这台车呢总装下线于美国工厂。那如今呢，各个厂家不论是内饰还是外饰的设计呢，基本都是家族化、脸谱化、套娃式的设计哈。那这样不论是在设计上、制造上，还是供应商的配套上，都能把成本下了一大截哈。那这台车拿过来之后呢，外观上给我的感觉，首先就是一个思域掀背版的大小，车身大小哈，然后再加上比较精致的、统一的艾克尔家族的设计元素。前脸来讲，艾克尔家族的元素辨识度还是很高的，比较复杂的中网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艾克尔家族的 logo， 两边2个前照明灯组。外形设计呢比较简单了，比较战斗，设计的比较窄，里面的元素呢设计的相对复杂一些。那它把 Integra 这个字母 logo 呢放在了前方左侧灯组的下方哈，前面后面都有它的名字显示，更进一步加强了品牌的符号感哈。下面呢，雾灯是单独设计的，这面有个导气孔。前方的驻车雷达呢，一共有4个，左面呢一个放在这了，一个放在中网里面了哈。
那同时前机器盖子它也竖起了3条大筋啊，旁边还有2条，加起来前机器盖呢一共5条大筋，看着力量感还是比较强的。那如果从侧面来看呢，我们不看它细节啊，光看这个大致的线条，跟掀背版的思域呢基本就是一致的了，没有太大区别哈。那这车的版本呢，它在车身上也没有用那种电镀亮条来装饰哈，包括在车窗这一周围，包括轮毂，包括一些装饰的地方，它用的都是黑色来装饰的哈。这台车的轮胎呢，用了4条18寸的胎哈，大小呢还是看着挺合适的，配合还是可以的。轮毂呢用黑色的，看着呢也比较有力量感哈，看着呢是比较运动的。它这个车呀，作为所谓的爱科这个高端品牌，这2天我体验下来呢，就感觉到它这个窗户关窗户这个声音不是那么太高端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后面的设计呢，有个大面积溜背加掀背式的造型，下面的灯组呢都是爱科家族的元素了哈。灯组的造型呢跟思域就不大一样了。灯组的造型呢，这些五官呢长得还是像妈一些哈，长得呢比较秀气，像爱科家族的一些设计哈。灯组里面呢还有爱科的 logo 哈，上面呢有个黑色的小尾翼，后备箱的开关呢在这个位置哈，对应着左前方、右后方都有 Integra 的一个标识哈。保险杠以下呢也有空气动力件哈，排气管子呢左右各一个，做的直出的形式。这是这车的钥匙啊。打开以后呢，就后备箱空间呢，跟上次跟大家看那个思域掀背版的差不太多哈。这种掀背版的轿车呢，跟那种传统的3厢轿车相比，即便后备箱空间差不太多，但因为它开口更大，实用性呢会更强一些哈。左面有个网兜，右面呢这是个低音炮，左右各有一个照明灯。下面这个盖板啊，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气泵，有一个加油的漏斗。原本下面呢看着还是个圆形的，应该设计是个备胎坑，但是现在用泡沫给填上了哈。后备箱放倒之后呢，后备箱和第2排靠背啊中间是没有缝隙的哈，缝隙是填上了，有个稍微向上的一个小扬坡哈，但基本问题不大。第2排座椅放倒之后呢，放个什么东西会方便很多哈。那上面呢也有个盖板，这个盖板呢在这一代车型上做了一个整体式的哈，不像上一代是一个抽拉帘的形式。那这台车坐进来之后呢，大家对它的中控造型应该不陌生了。这个呢，就是基于思域的中控造型所打造的。这个当然现在也很正常了，因为我感觉思域的那个中控造型啊，应该是本田高层比较满意的。那不管是现在的 HR-V 还是即将上市的 CR-V， 里面中控的造型都是基于思域中控造型打造的哈。这台车呢也是整体造型是没有变化的，跟思域那个都是一样的，包括 T 字形的设计啊，上面非常突兀的立个屏啊。区别呢，就是它这个出风口并没有做成一排，没有做成贯通式的哈。思域那个车呢，包括这种蜂窝状的小网，它做出来一个贯通的形式哈，左右贯通的。这台车不是，在副驾驶前面呢，它用的是这种金属拉丝的面板哈。再一个跟思域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它这个液晶屏，它这个液晶屏呢用的是一整块液晶屏，不像思域那个用的一半一半的哈。从左往右呢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出风口，加上比较可爱的掰杆，下面是电子稳定程序的关闭。这个液晶屏呢，整个造型是2大表2小表，2个小表是实体表，灯状的实体表放在了液晶屏的外面哈，不在液晶屏里面。2个大表在液晶屏里面，左面是转速，右面是时速，中间下方呢是一个车的小模型，你车的灯光怎么打，它就怎么打。你是打转向灯啊，它就打转向灯，能够跟你车辆的灯光实现同步哈。上面是一个数字的时速表，2个大表中间都能显示其他的信息。左面这个表呢，要到方向盘左面下面这个钮来调节哈，上下调节。它主要调节的是音源，选好哪个音源按一下就行。右面这个表里面是传统的行车电脑，它呢调节就到右面下面这个波轮来调节哈。你选好哪个项呢，往下一按就到里面去选择就可以了。显示的信息呢中规中矩哈。方向盘呢是一个3幅的方向盘，下面做的镂空。这个方向盘呢，大家一看就知道，除了这个 logo 之外，就是思域的通用件哈。这小方向盘呢不大，跟这车配合起来大小正好，方向盘非常粗啊，抓着非常舒服，小缝线做的很细致哈。如今呢，身披爱科的战袍重新出征啊。左面的快捷键呢是多媒体加音源加语音，右面的快捷键呢上面是巡航，左右是辅助驾驶，下面小波轮呢是右侧的行车电脑。中间这块屏呢也是本田爱科家族的通用件了，
这个屏呢，首先它立的是比较正的，整个是直冲后方啊，没有像驾驶员一侧倾斜，这个看着的时候多少不太方便。里面不论软件硬件都是本田艾克尔家族的通用件哈。这车呢是高配，它有 iPhone 的无线 CarPlay 哈。整个系统的显示呢，背景色是黑色的，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色彩搭配呢是黑白配，感觉还可以哈，不太俗气。反应呢也还可以哈，倒车影像还算比较清晰吧。这是后面广角的影像。后方影像、后方俯瞰影像，这都是本田家族的通用件哈。下面的掰杆呢，之前跟大家聊过了哈，这就像小时候游戏机掰杆似的。下面呢是空调控制，实际上是个分区自动空调哈，左右负责2个温度，中间负责风量。这块有座椅加热。那在上一代思域上，大家都反映它的空调不太凉哈，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凉。那这几天达拉斯温度都比较高，和摄氏度呢都在38、9度、40度左右。我每次开出去呢，把温度都放在这个漏上面哈。然后风量尽量开大，感觉还够用哈。当然，在其他车上我是不开到漏的哈。下面这面是一个12伏点烟器插口，这面是一个充电插口，一个 USB 插口，下面是一个无线充电板。这个挡把呢，无疑是这车内饰的重中之重了，非常吸引眼球哈。它这个挡把呢，不论是挡把的样子，还是挂的感觉，还是挂的行程，跟 SI 那个都非常像哈。倒档是拉到最右面往后哈。驾驶模式调节，这里面它预设好的有3个驾驶模式，一个是正常模式，一个是舒适模式，一个是运动模式。按上面这个钮呢，就是自定义模式。长按自定义模式这个钮呢，里面就有包括发动机、方向盘转向力度、悬架的感觉、自动启停功能的开关等等功能，就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设置。那在里面呢，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把这几个项目设置好哈。自动启停的关闭、电子手刹、Brake Hold 功能。在你系上安全带的时候呢，一挂上1档，一抬离合，一踩油门，电子手刹自动解除。那如果你不系安全带，想把车开走，就得先踩一脚刹车，把这个电子手刹解除之后才能开走哈。下面是个 Brake Hold 键，这个 Brake Hold 键呢，如果作为新手来讲，坡路起步有问题，它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当然，现在如果是新手朋友，他也不会买手动挡车了哈。现在的手动挡乘用车呢，完全就是玩具性质的存在了啊。2个硕大的水杯架。扶手箱打开，里面是一个比较深但截面不大的扶手箱。坐在里面，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大家看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这车的驾驶席呢，调节项目是基础项目，然后它加这个腰靠呢是4项调节的，感觉多少能比思域强点吧。座椅呢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座椅了，大家即便不坐，看这个座椅，首先它这个形状啊非常厚实，非常宽大，坐在里面呢有一个类似于沙发的感觉哈。另外呢，像它这个前排座椅啊，这个面啊，采用的是这种反毛皮绒面的一个材质哈，旁边呢是皮革拼接的，整个材质感觉坐在上面呢也是比较舒服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啊，这车座椅没有通风，只有一个座椅加热，这样呢，如果在夏日坐这个座椅呢，还是比较热的哈。当然，达拉斯这个温度，坐啥座椅只要没通风都是热。坐在里面诚实的感觉哈，除了这个座椅呢，稍微比思域那个座椅能舒服一些哈。哪怕比思域 SI 那个座椅都要舒服，其他来讲我就没有感觉到跟思域有太大的区别了哈。整个坐进来呢，不论是空间感觉，还是前面仪表盘那个感觉，还是视线，我感觉跟思域都是很像的。再看着这个 Stick 手动杆、变速杆支出来，整个就有种 SI 附体的感觉哈。用料还是可以的，这个车包括你手能够触及到的地方，像皮革这种装饰板、电镀装饰条。感觉都还可以啊，包括这个小挡把，感觉抓的还是挺舒服的。窗户呢，前面2个写的 Auto， 后面2个还不是一键上下的哈。坐进来以后呢，就感觉到跟先辈的思域呢，现款思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哈。包括座椅呢，也不像前排还有个绒面，这个也没有绒面，完全就是皮革装饰哈。空间上大家可以看到，腿部空间我这个座椅调的稍微往后一些，腿部空间是没有问题的。那个腿部空间呢更加宽敞一些哈。头部空间有问题，我现在头不敢直腰哈。头一直腰呢，头就碰到棚顶了。这个后排呢，要不然你就是非常慵懒的坐着哈，这葛优瘫这么坐着没问题。你要是哪怕像我这个身高想直腰，都会顶到棚顶。中间呢有2个 USB 充电口，后排没有通风口，地板有一个这么高的隆起哈，2个水杯架，阅读灯。这台车的发动机舱打开之后呢，果然没有辜负，你才没有辜负呢。换句说法哈，果然没有超越我的期待哈。里面如果把这个小 logo 抠下来之后，
这里面跟思域应该来讲就是一模一样的了，不论是布局啊、做工啊，基本都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覆盖件的使用也是完全一致的，基本没有覆盖件哈。任何部件呢都敞开怀抱，热忱的欢迎您的到来。这里面呢，思域我们看了好几次了哈，里面也讲了好多次了，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是说我们看这个 Acura 呢，作为一个高端品牌来讲，在这里面没有跟思域有什么区别哈。大家都清楚啊，我呢不会卖关子啊。这台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可以说是跟本田思域那个 SI 啊非常像，同样的动力总成，相近的调教感觉。这台呢 1.5T 的发动机经过了加强调教之后，比常规版的思域 1.5T 的发动机在最大马力上增大了20匹，在最大扭矩上增加了15磅费。如果单从账面上来看好像提升很有限，但实际表现来看，感觉动力呢要好了不少。同样涡轮呢大概还是在2000转左右开始介入工作那在涡轮工作之前，整个车的动力感觉就是懒懒洋洋的。但既然你买了这个车，你平时踩油门踩在2000转以下的情况呢，应该是不太多的你只要踏过了2000转的关口，小车马上就有劲儿了，就好比被闹钟惊醒了一样到3000转呢，洗漱完毕开始热身，到4000转就开始进入了战斗状态。这款发动机的转速红线呢，出现在6500转。那即便这个车踩油门你踩到了5、6千转，那你在车内听到的声音呢，就好比是小体格的老爷们发出来的咆哮，不可能有任何撕裂的感官感受那在舒适模式下呢，动力输出还算比较线性吧，比较平稳那如果你切换到运动模式，那和舒适模式相比的话，同样的油门开度会爆发出更强的动力，动力会更猛烈一些那当在70英里每小时高速巡航的时候那如果是舒适模式，这个时候你踩油，动力的输出呢会比较平顺的加速。但这个时候如果是运动模式呢，如果你是70英里每小时高速巡航，这时候呢再轻点油门，车辆就会有往前窜的感觉轻点油门也往前窜。这点还是令我比较吃惊的当然这是高速了，那如果在低速蠕动，哪怕是你在 local 的时候，这种运动模式大家还是慎用否则在低速的时候或者在 local 的时候一窜的，确实挺烦人的，车上的乘客呢都容易晕车。这车手动挡的挂档感觉呢，以及手动挡的调教方式，那跟 SI 真是一笔写不出2个本字感觉基本是一致的。首先呢，档位非常清晰你基本不会因为误操作而挂错档，档位呢也比较好进，但还是没有那种吸入的感觉档把呢握着比较舒服，金属跟皮质相结合的档把嘛，抓着感觉还是不错的，似乎有种冰与火的碰撞。只是这次呢，发现这车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降档的时候，就是当你入档的时候，如果你不人为补一脚油，有几次呢档位是比较难入的。虽然我并没有要求它像 Type R 那样有个降档自动补油的功能，但这种不轰油就塞不进去档位的感觉也好像是游离出了现如今乘用车手动挡变速箱。当然本田这么做呢，也可能是为了给大家增添一些原始的纯机械的驾驶乐趣吧，我猜那既然这个车叫 Integra 呢，还顶着 Acura 的商标，又比 SI 呢贵了不少贵了大几千块钱呢。那如果没有点区别呢，那肯定是有点说不过去了。首先跟 SI 最大的区别就是悬架调教，这个 Integra 的悬架调教呢更加舒服一些。当然我说的这个更加舒服呢，它不像是那种舒适型的轿车舒适的一塌糊涂的那种感觉，这点是肯定也不存在的。在上个 SI 的视频呢，我也唠了，那 SI 呢更像是没有减震的感觉有点像马车的即视感，以至于我呢把这个 SI 的体验车拿回来之后放在一边，我都不太舍得开而这台 Integra 呢，一呢是调教，二呢是它加了一套自适应阻尼系统整个车辆呢减震有一定的质感，对路面的路况呢也会有一定处理的动作。你过一个平顺的起伏路面呢，也会有较为舒适的上下起伏的空间。虽然这个空间放的是异常谨慎但还是比 SI 直接把屁股往地上拍那种感觉就舒服一些。所以这台 Integra 呢拿回来之后也没有受到冷遇我在体验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开。其次呢，这台 Integra 的噪音控制、隔音，我感觉做的呢比 SI 要好。虽然行驶起来呢，各种噪音包括客观存在的，包括人为制造的，也都不绝于耳。但可以感受到的是，比 SI 的隔音呢还是要厚道一些。但这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毕竟呢比 SI 也贵不少。
这个车呢还有主动声音控制，这个我觉得多少有点画蛇添足了哈。这车呢还人为给弄个小声浪，怠速的时候呢就在那突突突突突突的。你要起步初段或者急踩油、深踩油的时候，它又开始假装在那突突突突突突。那如果单从这个突突这一点来讲，我更倾向于 SI 那比较素的自然的声音啊。这就好比大家都在这看电影啊，看那个比较感人的电影，你要是真心被感动了，你就算是嚎啕大哭，大家也不会笑话你啊，你这个感觉大家都会理解的。但你如果觉得不哭就不合群儿，在那硬挤那么几声，多少会引起反感啊。另外，不知道这车是什么原因，就这车的轮胎呀，如果遇到像在达拉斯这些某些高速路段，就那种棱子路的时候，那在有一些速段，我会感觉到由轮胎引起的全车的共振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呢，在开 SI 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感觉到啊。这台车的刹车和离合器的踏板呢，感觉比 SI 也要轻一些。油门踏板呢，两个车都不太重哈。这车同样离合器这个结合点，我觉得稍微有些高，离合器的结合点大概在离合器形成中线以上的位置啊。这个看起来呢，这就不是哪一台车的单独的问题了，这就是这套离合器普遍的调教方式了。在 SI 呢，它这个调教的结合点也比较高，这个呢也倒没啥，习惯了就好。但这么调教呢，总感觉跟本田大力宣传这个运动基调啊不太相符。那还有一个跟 SI 的区别呢，就是方向盘的转向力度。SI 的方向盘转向力度呢，稍微相对重一些哈。你不论是低速呢，还是高速，而这个车呢，在舒适模式下，方向盘低速转向并不重哈，感觉跟普通的思域呢差别不大。高速呢也是比较稳的，但是调到了运动模式之后，低速呢相对会比较重一些，高速呢会更加稳一些。这车呢还配有 ELS 的16个扬声器的3D 音响啊。在你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你确实能够感觉到扬声器确实挺多，而且呢确实挺3D 的，海陆空各个维度出声哈。但总有个感觉，这套音响啊，它挺挑音源的。你像在其他比较高价位那些高级音响，你即便听个高清收音机，你也能听出来那种高级的感觉。但它这套音响呢，如果你只听个收音机的话，你就仅仅能听出来扬声器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完全听不出来那种多花这些钱所带来的快乐哈。那我呢又找来一些无损音源的文件听了一下，这呢才让这套音响发出万丈光芒。那从动态上总体来看呢，这台车总体的驾驶感觉和 SI 很像哈。但这 Integra 呢，在悬架座椅的行驶舒适性上、隔音降噪上、操作的轻便度上，我感觉比 SI 要强一些，我感觉比 SI 做得好。综上呢，就是这台全新的 Integra 的体验视频。现在很多厂家啊，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推出来自家的高端品牌。虽然呢，产品是脱胎于他们之前的产品平台，那不论是之前的日系还是现在的韩系，他们所谓的这些高端品牌都在之前产品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哈，包括车辆的舒适性，包括车辆的高级质感，包括做工，包括用料。那即便你心里非常清楚，它就是脱胎于之前的车型，但是当你拿到车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感觉到浓浓的高级感哈。那这代思域出来之后呢，咱们当时就聊了哈。那我们从思域最高级别、最高配置上，配置也不太高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出来，本田还有后手，他要把思域这个家族做大哈。思域车型呢，现在是4门传统3厢版的，5门掀背版的，包括钢炮的 SI， 还有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大钢炮 Type R， 还有这台贴着艾克尔家族的高端思域，这整个组成了思域家族的全体阵容哈。诚然，这几天我拿到这台车之后呢，我是非常想找到这台车跟思域有什么区别，它相差的这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来？那这台车就我来看，跟思域 SI 最大的区别呢，一个是静音方面有一定的提升，再一个呢就是悬架方面，因为它有自适应阻尼系统啊。第三个呢，这个车的座椅实打实的要比思域 SI 呢要舒服很多，但整个开起来动力系统上感觉跟思域 SI 是完全一致的哈。包括内饰的做工啊、精细程度上、用料的扎实程度上，也没有感觉到它用了一个 Acura 的表就提升到何等的高度哈。那这台车呢，作为顶配的车型呢，它跟 SI 的价格 MSRP 的价格差了大几千块钱。那用这大几千块钱的差价买来这么多的差别，大家觉得是否划算呢？这个我想就见仁见智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哈。以上视频，谢谢大家。